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公益人士周晨奇，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看哦，这个川普真的是对于哈佛紧咬不放啊！他现在讲说要拿走30亿美元的拨款，说我不给你哈佛，要给谁呢？他说要给全美各地的技职学校。他说这对于美国是多么伟大的投资，而且迫切的需要。所以人家讲说，哇，你真的是要把美国全面制造业化啊！就是现在你的人才不要了，你全部都希望大家通通都去当这个工厂这个生产线上的工人嘛，所以才要全面的投资这个技职学校。那哈佛它现在目前面临到的这个禁令哦，有很多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就感慨说，没想到啊，在哈佛念书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那过去哈佛的国际学生哦，这些比例不断攀升，2024到2025年哦，其实有1/4的这个学生哦，就是等于说27.2%的海外学生当中，有1/4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看到了这样禁收国际学生的消息，让很多可能过去有念哈佛的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非常的感慨，说自己成为了历史。那还包含了一个人，就是华为的小公主姚安娜二公主哦，因为她也是念哈佛，就有人去问她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哈佛现在禁国际生的禁令啊？她是这么回答的，我们来听一听。你有看到那个哈佛的新闻吗？他是哈佛大学的，肯定关注。哈佛的。听说你那个 ACC 考了满分是吗？哇，你好厉害！学院的新闻都毕业很多年了是吗？对，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他现在还在念的话，那肯定受影响啊。特别你又是华为的小公主哦，那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呢？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啦，这个很多的一流学校，赶快在跟这些可能念到一半，或者是还没来得及进去哈佛的国际学生就在招手，说希望能够来我们这儿吧。像是东京大学也是这样释放出来讯号啊，就说还会提供学分认证啊，希望可以吸引人才啊。这个只有川普跟全世界逆着来啊，只有他好像要把所有的人才赶跑，但是全世界现在忙着来吸收这些哈佛的精英哦。那再来看到这个川普，他只吸收什么？他只吸收钱。对于他来讲哦，人才不重要啊，钱更重要一点哦。他现在还要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要提案成长与进步的货币账户，简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账户哦。他说呢，这个账户就是提供每个账户1000元，然后呢，就是美国新生儿一出生就拥有这个1000元，而且投资于股市，所以啊，就是你新生儿就等同于股民，立刻加入了股海。这就是川普的一个构想，他是想的还蛮远的哦，替新生儿做这些事情，但是这背后是在算计什么呢？会不会又是在推广他自己的这一个账户？因为他说最后要改名叫做川普账户哦，也就是他只在意他自己这个有没有秀到自己，或者是说拉抬自己的身价。那还有呢，这个川普集团现在筹资大概30亿美元要来购买比特币这些加密货币哦。那他们说这个是这路透社跟金融时报都是假新闻媒体，所以你们这个消息呢，我们不予回应。可是前一阵子的确是有川普币的消息，因为他不是盛大办了一个晚宴嘛，结果很多人去那边吃与会的一些与会者就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食物难吃，保全敷衍。川普呢，整晚只现身了23分钟，讲了一小段话，都是老调重弹呐，然后就搭了直升机离开，也没有跟现场的宾客互动啊。所以还有 TikTok 的网红形容，就好像在吃 IKEA 一样啊，就是吃起来比廉价航空的飞机餐还来得差，就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只有盘子上面写了一个 Trump。就是其他来说菜色根本也不好吃，而且没有诚意，感觉起来白花这个钱哦。甚至有人参加完之后就把那个川普币给卖掉了，因为感觉太差。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现在川普处处与人为敌哦，倒是呢，在东协这边，这个跟中国大陆的一些互动啊，是越来越紧密了。中越的国际联运旅客，他们事隔5年之后呢，这个列车又再度恢复了这个通行啊，而且李强也去出席了东协中国海合会的峰会，来商讨美国关税的一些相关冲击哦。其实今年4月中的时候，也就是当时川普祭出了全球开地图炮的对等关税的时候，习近平的时候就是选择第一站要去到东南亚，访问了3个国家。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要拉近跟东协的关系是他们现在赶快把邻居紧紧拉在这个身边哦，大家一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那李强的东南亚行，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中国对于周边外交前所未有的重视啊，他们现在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号，就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税战的时空，其实越能看出来中国大陆是释放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利多、更多的互动性在经营跟东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老师，川普呢跟美国高校啊，哈佛为代表，他不只是哈佛在杠上了，而且他变本加厉，他再出手，这个招是很厉害的啊！他把钱拿去补助更基层的所谓职业学校。川普很多人说他疯疯癫癫，他其实是有他的立场，有他的群众。比如说像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国家行政机器介入到最神圣的大学殿堂，破坏了美国的言论自由里面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还得了？当然是美国政府错嘛。川普一定是不对，那更何况哈佛等等这些形象这么好，川普难道是疯了吗？未必的。我们来看川普这个人，他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颠覆性，在美国历任的总统里面，他非常敢挑战传统的原来的主流价值。前面跟拜登对着干，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把什么很多这个什么道奇这些，都是干前人所不敢干的。然后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当然是2个，一个认为说哈佛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这些精英大学呢，在这一波哈以战争里面，特别是对哈马斯、对加沙这些难民，太过分了，所以大学生站出来，那他反对以色列政府的这个屠杀、种族灭绝，被他扣个帽子说你这是反犹，那反犹这个大帽子就扣下去，当然不如实，但是这个压力就很大。这一部分我等一下再批评。另外一个他就认为说，美国这个大学待遇太精英化了，什么多元、包容、平等，已经搞得太过分了，搞得反常，搞得不正常。比如说性别那么多。我搞了很多变成这个少数族群，反而比那个白人主流还要多。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的时候，你以为大家都反对？不，我就看到有一些精英的，包括华裔在说，你看这个搞得太过分了，现在黑人进来太多，这个很多真正好学生反而进不去。现在进不去要进去要怎么样？要装穷，要装弱，才合乎那个 DEI 他是要照顾少数族群，照顾弱势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拜登前面那个政策矫枉过正，那川普是对矫枉过正再来一个矫枉过正，实在真有点错乱。但我要讲的说，他并不见得是没有群众基础的，而且哈佛等等这些精英教育，事实上对很多阶级的角度来看，是有些人有不满的。所以你看他这些出手多精准。如果把你哈佛这30亿的东西，他不是说收归他自己，拿去炒币，他说我要来补助那个更弱更差的职业学校，这一下他就很站稳的立场了。所以这个变成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了？但是他另外一个理由我就不接受了。川普很奇怪我刚刚前面讲说他非常有颠覆性，跟传统不一样。但是他从第一任到现在就非常支持犹太，而且他第一任干的以前历任总统美国都不敢干的，他支持以色列把首都搬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是很挑战的回教国家的，他就支持而且一路支持。而这次他很多东西都颠覆，但是在支持犹太资本这部分，他可变本加厉。这一部分说真的，我是非常不同意的。在加沙走廊这么惨无人道的时候，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提供这个武器。所以呢，对高校对哈佛杠上这个东西还在继续缠斗，虽然已经有司法介入，为什么不容易解决？因为这下面涉及到长期的精英主义，以及矫枉过正，以及现在川普利用这个一石二鸟。又说你们已经矫枉过正，一方面他用阶级来包装，他事实上是袒护以色列，而且把反犹这个大罪名扣在那些
为了人道主义反对以色列政府的屠杀这么具体，他故意混淆。川普在这一点是非常恶毒的，他是别有居心的。好，来请教赖老师。哈佛大学的国际生啊，大陆占1/4哦，那么1/4强了哈，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大陆的大学生本来就优秀嘛，那么越优秀的学生被名校啊这个接受，这个很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显示出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教育的成功。大陆现在的高等院校本科生哦，就是大学生，不含研究所、硕士班的话，博士班都已经有2000多万人了啊！你想想看，总共1到4年级都已经有2000多万人，你想想看，每一年就是几百万啊！那如果再加研究生、硕士生，每一年的毕业人数就到1200多万，这数量是如此的庞大。如果我们讲说最聪明的、最顶尖的1%的话，你想想看，那数量也都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他们用在理工科这个部分，例如说有70%学理工的话，那他们的理工的这些工程师、科学家的人才的储备，那当然很足够。这会使中国大陆的整个中国制造啦，还有他们提供源源不绝的人才。我想这个是一个在制造的方面，在科技方面发展中很重要的。台湾其实以前的高等教育也很成功。台湾的高等教育在过去来说也是很严格的啊，在以前的教改之前，对我们的中学生的要求水平都很高。到大学，那理工科为主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文法商就不重要，而是理工科在当时也是我们台湾成绩很好学生的第一选择嘛。那也供应了台湾的制造业的一个发展的很成熟、很强的一个地位。例如说，我们台湾现在这些科技公司的老板，绝大部分就是理工科，那也构成了我们台湾很强大的这个经济的基础。但是反观欧美的国家，他们本身理工科弱了，所以他们需要外来的人才。现在外来的人才不到美国去的话，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伤美国的国本啊。另外，有关于他的新生儿的这个川普丈夫，我觉得这个有图利的嫌疑，因为他是用人民的纳税钱。这个基金就是这个基金，你生一个孩子，美国出生一个新生儿，他就拿出1000块，那个钱是谁的钱？老百姓的纳税钱，被弄他一个账户，18岁以后成年了，这个账户的钱才归给他。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假设我第一年我有100万的孩子出生，那你100万里面，你就要等于是编了10亿美元的预算。第二年如果又是100万，那又编了10亿美元的预算，就这样年要编预算。那问题是基金谁来操作？基金买谁的股票？而且是用人民的纳税钱来买这个股票。那对于这个基金的操作者，他的效益，他买谁的股票都要去盯啊，因为避免他图利个人啊。而且呢，坦白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都觉得有图利的嫌疑。另外，它的狗币或者是川普币这种虚拟货币，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它事实上就是在敛财嘛。所以《纽约时报》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说，美国人现在是怎么一回事？面对一个这么贪腐的政权，美国人无动于衷。为什么？他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对于贪腐的政权无动于衷，而且去买这个川普币的，本来就要去蹭川普嘛，想加入这个所谓的既富且贵的俱乐部，再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很清楚知道你就在利用我嘛，给你吃 IKEA 的餐就已经不错了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根本不重视这些人，他知道你们就是来蹭我的。然后给你们随便吃个餐，应付一下，钱捞一捞，他就飞走了。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政客的一个形状，这真的是很难看啊。好，将军，我觉得李强这次到这个马来西亚是一件大事。你看我们现在标题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是坐火车去的，这很压抑。他坐火车坐到越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整个大泛亚铁路会在川普这次关税的政策助攻之下，我相信泛亚铁路很快就可以成型。那泛亚铁路第一条当分为东线、中线跟西线东线就是越南。那你看这次李强就非常有代表性，他坐火车先搭火车到越南，那代表中国协助越南盖这条铁路，原来传闻已经很久，那现在应该是拍板定案，所以李强才会坐火车到这边。
那到安华那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安华这次很重要？这个马来西亚，因为所谓的这个泛亚铁路的中线，就是老郭这些已经完成了，接着下来就是中泰铁路也谈好了。中泰铁路完成之后，接着下来就是要协助马来西亚盖马来西亚这纵贯线，一直拉到底下的新加坡哈，这是中线。那西线来讲的话是走缅甸，所以我觉得刚好是在川普这个关税政策。你知道，川普4月2号当他宣布关税的时候，重灾区是哪里？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它的税率比中国还多啊，到40几%。其实这些国家，所以说安华为什么东盟要开会之前，安华还特别说写信给川普说你要不要来开会？但是我相信川普是不会来了哈，他根本就瞧不起东盟的这个国家哈，他现在目标是放在欧盟这些国家比较重要，他当然是不会来。但是安华就是说礼书上面我做到了，请你来谈。那你如果不来谈，现在中国来谈，那我们势必就是东盟这些国家逼着东盟这些国家跟中国。等于说是互相靠拢啊，团结力量大。我觉得如果说跟昨天很多的新闻连接在一起看，包括欧盟来讲的话，原来川普要这个6月1号就要征收这个欧盟50%的关税，后来虽然说喊暂停的，但现在很明显看出来，不管是东盟这些国家哈，或者欧盟这些国家，跟中国都会越走越近，越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因为用关税政策来共同对抗川普。我觉得这个是你逼的各个国家这样。当然，除了这个经济上面来讲的话，军事上面也会让这些国家，因为军事一定是跟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嘛。那如果说是当这些国家互相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世界多边主义。美国一直想说是这个所谓常被管辖了哈，他一个国家要去管欧洲的事，要去管东南亚事，要管中东的事。那现在很明显，如果说是东盟这些国家这次会议来讲的话，可以取得一个团结，因为安华特别讲了一句话。他昨天的发言特别讲一句话，他说要团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共同团结起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政策。那如果说是李强这次去，能够将整个东盟能够团结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再跟欧盟这边来讲，每一个国家哈，因为每一个国家在经济贸易上面有他们经贸的一个短板跟长板，比如说西班牙就是卖猪肉嘛，这个法国就是卖酒嘛，德国就是卖这个高档双 B 的汽车嘛。那在这种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很难团结在一起的。那中国利用这机会跟欧盟的这些国家能够互相有一个这个互相交换互相互相合作，然后跟东盟这边也能够互相合作。我觉得美国川普，你看他现在在干什么？就是自己在忙着赚钱，把美国总统不是当事业干，是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职业在干。那你美国从川普以后，我觉得就走向衰落的这个之路，一定是显而易见，可以预判得到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中美之间的角力哦，除了关税，除了经济，现在还有一场战事，叫做谁才是制造业大国？因为川普一直在喊说 MAGA 嘛，我们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那同一时间呢，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是世界的制造工厂哦，也喊出来一个计划，叫做升级版的中国制造计划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彭博的报道，他说，根据消息人士说，中国大陆的官员正在拟定哦，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制造2025旗舰政策的未来版本，显示出来呢，现在目前川普要求更多的工厂迁回美国之际，中方也有意继续牢牢掌控制造业哦。因此呢，这个现在制造业谁才是未来掌握度比较高的大国，又成了新的一个战场。那这个知情人士还讲说，现在正在起草当中，接续计划的包含了半导体制造业在内的关键技术跟设备哦。而为避免西方国家批评这个计划不会以中国制造2035的形式来命名啊，总体而言，大陆的目标是中长期保持制造业要在 GDP 里面的占比基本是要稳定的。那目前它占大陆的 GDP 大概是1/4哦，也就是说未来会持续以这样一个1/4的占比作为规划。那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因为川普的关税大棒哦，倒是让这个美国的4大晶片巨擘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现在一起提交意见给川普啊，他们就同声呼吁说要免除半导体进口的赋税哦，否则就会冲击到这个美国半导体的产业能量。那包含了 Intel、高通、美光。
德州仪器哦，通通就是一起联名，也真的是我们这个最熟知的这4大家巨擘，所以代表影响甚巨。那另外不止这4家这个晶片业跟川普现在有一点矛盾，其实苹果 CEO 库克哦。美国媒体讲说，好像跟川普之间也有嫌隙了呀。不只是这个马斯克最近想要走，库克不是前一阵子也有抖内吗？就是在他上任的时候，但是中东行怎么没看到库克？所以现在是不是双方又有一点问题了？因为川普抵达卡达之后，就一直阴阳怪气哦，动不动就要扯一下库克，酸一下库克。那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嫌隙？主要就是川普不要库克去印度设厂，那但是呢，这个苹果好像并不是这么听话，就认为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战略考量，所以他们要到印度去设厂。好像因此川普就觉得，敢不听我的话啊？现在2个人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美企呢，最终你面对到川普，还是得要想办法自救哦。据说有一些美企为了要应付这个高关税的变通之道，他们现在用一种叫做首次销售原则来合法降低关税，那尽可能的呢，就是避免就是受到川普的关税影响到他们的销量。不过的确在美国的港口的货运量已经回不到关税前了。那看起来4月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比起去年增加了 9.5%， 但是呢，这个其实他们讲说这可能是提前备货的原因。5月之后严峻的状况就要开始了，已经有2成是取消了，所以恐怕接下来只是会更严重，不见得会这个真的撑得下去。而且还有一些美企在讲说，这个欧盟的关税50%延到7月9号。那显然这个美企已经吞不下这些关税了，不论是沃尔玛或者是艾迪达现在都已经要宣布涨价，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老板讲说，我现在还是买大陆制的产品因为如果真的到美国生产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宣布倒闭。好，我们来听一下。That's where we've seen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then on some of the supplies that we use. For example, our cornbread, we used to use aluminum foil pans to prepare our cornbread, but that price has gone up 50%. And so now we're back to using a skillet when we make cornbread. 好，企业这场仗快要打不下去了，但是真正的战场军事上面呢，范斯在讲说，美国接下来出兵必须都要很谨慎哦。那赫格塞斯也说，这个正因为美国致力于和平所以美国必须要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川普也说，过去的20年，美国都不应该要派兵啊。那现在美国到底军事状况是如何啊？他们的7大战机轰炸机在佛州登场的航空展上面首度对外展示啊，还有一些这种编队的形式来进行表演，好像也要秀一下肌肉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现在美国也是这个军事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但是美国军事专家讲说，必须得要加快脚步了，如果不赶快来这个装列 F-35的话，恐怕难以应对台海战事因为如果一旦爆发冲突，西太平洋的战场恐怕7到10天就会丧失这样的制空权，所以必须加快 F-35。可是马斯克之前才吐槽就说现在没有要用 F-35，现在要打无人机战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到底真正的军事状况、军事实力是到哪儿。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记得习近平去河南的时候应该是河南对，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路走对了这段话其实是语重心长，也就是说这个决策来之不易。为什么？在他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辩论，这个辩论就是中国大陆到底要不要走西方人的路，也就是用西方人的经济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一个国家从这个农业到工业到这个已发达的时候，就是以服务业为主。那像美国来说的话，它的农业现在占它的 GDP 不到1%，然后它的工业占比大概就19%点多，那其他的都是服务业。而工业占比中绝大部分是放在汽车、飞机制造、机械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占了它的12点多了。所以事实上美国由于它的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认为服务业可以创造出来的就是说利润更高，那么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情形下，那就经济往这边走，所以它的产业开始外移了。它的产业外移并不是
外国拿着枪抵着美国人的头，说你把工厂搬到我的国家来，没有，是他们的工厂自动就移开了。那有些工厂慢慢的他们就不做了，就找代工，所以台湾也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兴起来。大陆最早也在做代工也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兴起来。但是大陆认为我们不能够永远只做代工嘛，因为如果永远只做代工的话，那你赚的利润是很小的，就像台湾一样，永远这么的辛苦，然后赚一点钱，一个国际的汇币汇率一波动，我们可能就血本无归了就做白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品牌，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那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论断的过程中，大陆后来就拍板定案，就是说不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走中国式的经济学理论。那制造业绝对不能移动，不能走，要升级所以2025计划就出来了。2025计划出来到今年是收官之年，不管是日本的或是美国的甚至连非常仇视中国的 BBC 等等，他们到最后的评估的结果是中国大陆几乎都是完全达标。那这不简单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定出来的10年计划，10年后能够都完成，而且有很多地方是超额完成，这代表有效治理，非常有效率。那现在又要开始15计划要开始了，要思考未来10年的问题。那当然，那就必须要再往上走一台阶了。这已经不只是技术，我原来在追你，现在是要超越了。我觉得这一超越就不得了。那你反观美国来说的话，美国它基本上在制造业这部分，它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永远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比拼了。输就输了，就认了，你赢不了了。好，来请教将军。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在福州上空飞7架战机给大家看？我觉得是有振奋美国人心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最近美国很多在军事上面都灰头土脸的，尤其是最明显的就是胡塞这边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掉了3架的 F-18战机，摔了3架，然后灰头土脸，连个胡塞都打不赢，然后这个整个撤军回来了，所以他为了要振奋士气，当然就做这个7架战机飞过去。那我特别看这个7架战机，这个 Morning 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吧？这7架战机我数了一下我认识一下，我给各位报告一下，它有 B2 领头的那一架B1B 枪骑兵， B52老式的重型轰炸机， F15、16、F22， 还有一架是 A10攻击机。这7架战机大家有没有算算看？就少了2架它现役很重要的飞机 ，F35跟 F18。为什么这2架没有出现呢？因为这2架最近很丢脸。F35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去年它就有一架在试飞的时候自己把自己飞行员弹出去了，然后后来是大家这个贴海报协寻，帮忙找这架飞机掉什么地方。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 F35在阿拉斯加失事坠毁，然后紧接着有2架的 F35战机在美国那边松山机场，不是我们台北松山，是日本的有一个松山机场，所以因为没有油了，在松山机场紧急迫降那 F18更不要讲了，最近最热门的就是 F18在红海因为紧急转弯，从航空母舰上面有3架掉到海里面去喂鱼去了。所以这2款战机这次在这7个战机里面没有出现，因为出来的话会被人家做文章，很丢脸，所以就没有展示这2架飞机。那美国这个专家我觉得他在抬举他自己。你在亚太地区，你怎么还可能有7到10天可以争取制空呢？我跟你讲，你1天都没有，一天时间你就失去这个第1岛链甚至第2岛链之内的制空你就没有了。大家不要以为制空是把敌人的飞机打下来，不是，是我让你的飞机飞不起来就是制空。那第一个就是制电磁权。那试问一下，你美国在这个第1、第2岛链之间的所有哪个基地不在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甚至于轰炸机或者是说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我们讲关岛好了，有关岛快递这个航空母舰里来有这个航母杀手的导弹。那日本这些冲绳或加索纳空军基地也都在解放军的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战机要从这边起飞来讲的话，可能解放军就会对这边来动手，尤其日本大概这些民众也知道，前2天日本防卫部也讲如果说是这个台海之间发生战争，那很可能这个冲绳来讲会沦于地狱景象，因为解放军可能就会攻击你的加索纳冲绳的机场。
所以当你没有机场能够起飞战机，你哪来的制空优势？所以我说7天的时间到10天这根本就是外行讲的话。1天我跟各位讲，1天你美军在这边就没有失去制空优势，因为解放军在这边他就是有所谓的在地优势，所有的你的航舰、你的机场都在他的打击范围之内，试问你的飞机如何抬头？好，请教郑老师。你看这一届川普政府3个巨头，总统、副总统到国务卿，讲的话调子就跟过去不太一样，但又没有办法讲明白为什么，他有点难言之隐，但又不得不面对。如果讲白了，恐怕美国会崩盘，然后这个队伍就带不动了，大家就跑了。为什么？中国的实力已经起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那我先从川普讲起，他说前面过去那个打了这个20几年都不应该打的仗。过去有神话说川普不打仗，这个神话已经破灭。他也打那个胡塞也门了，他也不断的支持各种各样的军事输出，支持以色列。他也不是什么就是好家伙。第二个，你说他们互相批评当然很好，他骂以前的打仗都打错，但真的是这样子吗？从美国的立场，就算比如说阿富汗没有完全打赢，但他都是配合他整套的，要收割、制造军事冲突。你看看美国过去这多少年，盆满钵满了。他们的股市、他们的债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 GDP， 全世界资源都被他弄走，跟打仗配合有关啊。他少在那边吹那个吹牛，他只是为了内部政争，为了否定他的过去啊，民主党。然后范斯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当然要谨慎啊。过去独霸为所欲为啊。川普唯一讲错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中国大陆低调潜水是他们错估的，而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打仗。他们唯一犯的战略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中国大陆这么厉害，一下子冒出来。所以印巴战争之后，他们面对现实了。范斯是什么意思？要谨慎，意思是说现在不能像过去一样随便挥霍，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因为中国不好惹，搞不好再打下去，真正一较量，灰头土脸，那就是兵败如山倒。那这个不要讲那个东西，什么我们和平是吧？但是更要准备作战。他意思是说，还是要准备。还是要跟中国打一仗，但现在就不能够鲁莽。不话讲白了就是这样子了。可是他如果讲像我刚刚那白话文，那等于承认中国很厉害啊，那他们过去那个形象就维持不了了，大家都开始站队了，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所以这种话要这样解读，你不要以为他们安的好心，但终究中国不只是像潜水艇一样忽然间从深水中浮上来，我认为比较像冰山的一角，下面还有多少不知道。包括刚才前面讲的2025，或者是他们制造2035，美国人根本容不得中国能够成长的，所以他当年2025出来的时候还被打得很惨啊，还得低调。这是2035，就算有计划，就算应该的，就算是正确，都得小心，不要再用这个名字，怕刺激到美国。但是美国已经低估跟错估了，所以新的一个形势已经形成，未来更大的角力正在进行之中。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昨天看到非常多外电消息都在关注这一则报道，就是马克宏挨巴掌了。是谁呀？打了他一巴掌哦。但是马克宏挨了那一巴掌之后，发现镜头拍他，赶快露出笑容了，尴尬。原来是他去到越南的时候站在这个机舱门口，可能跟老婆有一点不愉快啊，然后老婆毕竟瞬间出手打了马克宏一巴掌。马克宏就挨一掌之后发现，糟糕，这个机门打开了，赶紧的向外头挥手微笑，然后整理了一会儿情绪之后，才跟毕基一起走下停机坪啊。人家想说，哇，天哪，这个竟然上演了放送事故在大庭广众呼法国总统巴掌那可能还不止这一巴掌还有另外一巴掌是谁打的？是印度打的。印度打向了他，这是一个虚拟的巴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法国的达索公司啊，它不是现在很闹亏吗？那个阵风对上了歼十结果竟然被击落了。他们现在要去查一查库存。
那印度怎么可能让你来查啊？你一查不就显示出他们有大胜利了吗？所以印度拒绝。然后呢，所以现在达索公司提出这样要去检查库存的要求哦，说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印度就拒绝了这项请求哦，并且宣称空军基地对于法国代表团来说是不安全的。那其实这一次啊，印度的空军他们的一个报告就讲说，这是巴基斯坦的重大损失，他们损失了76亿美元。但是既然人家损失那么大，你们没有损失，为什么不让这个法国帮你做一个见证啊？就说哎呀，所有的标风都非常完好。这也是一个谜，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再来看看这个，现在印度不只是对内大内宣，还要大外宣哦。他们还有宣讲团呢，厉害了。就是原本我们以为他只是说国内放10天假，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团体哦，就是到世界各国去告诉大家他们是赢的。这个新杜尔行动宣讲团现在又抵达了法国，所以要让法国相信他们这个是胜利的。那其实印度的记者现在他们还有一个说法，就说其实这一场战役新杜尔行动啊，他们击落了4架巴基斯坦的枭龙，还有8架的 F-16。人家想说，天哪，怎么跟我们看到的数据都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说标风被打下好几架，怎么会打下了这个12架，还包含了美国的飞机都在其中？所以你看，他特别讲的枭龙啊，或是 F-16，就是中美的飞机嘛。所以现在已经造谣没有底线了吗？那印度的外长甚至还讲说，这个就是他讲说，印度所处的位置不好，现在面临到中国跟巴基斯坦这样的宿敌哦，所以安全是印度的第一考量，经济是其次。但是经济其次的情况下，他们仍旧是胜利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们的智库讲说，我们昨天提到，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A4嘛，全球第4大，超越了日本。但是他们说，接下来他们要成为真正的A3了，因为3年内他们要超越德国，所以就是印度他们仍旧是在各方面都是赢的状态。但是他们还讲说，不满中国大陆偏袒巴基斯坦，他们现在要惩罚。怎么惩罚呢？他说他们要退出金砖国家，结果好多大陆网友看到说那就滚吧，就是这样的回应他。所以真的是没想到一场印巴战争可以扯出这么多，我们讲了那么多天哦，这个戏还没有完。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现在印度的外交官还被网暴啊。他们是不是因为觉得说我们都已经赢麻了，你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哦？所以他们现在说要处决叛绝者哦，甚至在印度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不过莫迪还有狂言哦，他就讲说这一次的这场战争哦，新杜尔行动3个小时就把巴基斯坦给打趴了，甚至这个白旗啊，这个他们都就升起来了。我们来听听看他讲法。पाकिस्तान के नौजवानों को आगे आना होगा। सुख चैन की जिंदगी जियो, रोटी खाओ, वरना मेरी गोली तो है ही।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莫迪哦，他就向巴基斯坦这样释放讯号，还说巴基斯坦人民哦必须要站出来终结恐怖主义。那因此呢，现在这个莫迪哦，这个一直对内释放讯号，可是印度的这个在野党却是觉得你在掩盖事实，就要求要召开议会会议，要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可是莫迪好像还是不愿意直接面对他们的一个挑战哦，还是不断的在国内哦到处要上演这样子啊，群众夹道欢迎他啊，然后撒花迎接啊，都让百姓认为印度这一回简直是赢麻了，大胜利了。好，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马克龙被老婆打，就跟老婆认错道歉嘛啊，以后不要碎碎念啊。这个老婆在准备要出门了啊，那个机舱门打开，你还是耐心等一下嘛，不要在那边吹来吹去啊。我只是虚拟故事啊，不然的话怎么会被老婆碰一下子打了一巴掌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在旁边那边吹啊，快一点快一点，你看门已经打开了啊，这样子吹，那当然被打嘛，这个活该啊。那重点是不要说谎。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的法国的媒体他们说这是合成照。人工的伪新闻，哇，那就直接打脸美联社跟路透社啊，因为这是国际很多的媒体同时拍到的嘛，对啊，然后他先说这是伪造的，是人工的，是假新闻，结果一看说不是，人家是真的，真的以后他就说那是俄国跟极右主义啊，就是法国的极右派是栽赃抹黑
啊，是故意渲染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事情就闹大了，因为大家就频频登了，一下子。可是我们一般来讲不是那么喜欢看这个政治人物的正经八百，我们比较喜欢看他们这个八卦嘛，因为八卦总是特别辛辣，特别好看啊。所以当然他成为热搜新闻。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到越南去干什么。其实他到越南是蛮成功的，他卖了20架空中巴士，而且还签了一个河内港的一个法越的合作啊新建计划，而且还想他要参与招标这个670亿美元左右的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啊，他很努力的在做外交，但目前来讲就是那一巴掌啊，一开始就认错道歉说吵架了，被老婆修理了。啊，这个领导啊，还是永远是我的领导，这样子解决了吗？也不会啦，男人这个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在老婆面前还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啊？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厉将军，嘴角失守。玉琴教官在看，不会了，他现在在准备。你还敢谈？我谈都不敢谈。您的夫人我也认识。那我们来看一下达硕，达硕他当然想要知道他的战绩怎么被打下来，他当然想要知道，而且他更想知道到底被打下几架，所以他才要到库房去查嘛。对，而且要知道怎么被打下来。像大陆也很想要知道巴基斯坦怎么把他们打下来的，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怎么优化我的武器，还有对方的武器的弱点在哪里？因为只有实战的人，他们的经验最重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想学嘛。你还记不记得 Top Gun 那个汤姆克鲁斯第1集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被调去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有跟俄罗斯交手的实战经验，这个构成他们很多教官都想要去了解，所以才跟那个女教官发生。好像师生恋哈，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不能岔题哈。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军事专家都会想知道你怎么打下来的，同样的也想要知道我怎么被打下来的，就我的战绩怎么被打下来。你印度不让人家看就此地无银300两，你还派宣讲团，那个宣讲团就是出口转内销嘛。其实主要的就是告诉印度人说，你看我们到世界各国去说谎啊，不是，他一定讲说我们是说实话了啊。那如果印度真的要退出金砖国家的话，我相信很多国家人不会反对。为什么？因为金砖加目前来讲已经是11国了啊，本来是11国，本来加阿根廷，阿根廷后来不加入，但是印度在里面是最不合群的，他常常对于金砖的活动不支持、消极，我觉得如果真的印度退出来，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确实有很多国家的民众他们是欢迎的，因为印度基本上有点在金砖里面，他扮演的是搅屎棍的一个角色。好，请教郑老师。印度一般我们其实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常常对他们各种各样的神操作啊，或者揶揄啊，或者是看衰。我觉得不应该轻忽，印度人是很有智慧的，他们这生存的能力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一次印巴战争，说真的是他们有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理论上你大打小，包赢的，结果不但没有包赢，也不是平手，竟然是大输。这么一个严重的苦果，怎么面对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很多，你今天异地而强，如果是你怎么办？内外交迫，特别是国内到底怎么安抚？所以他做了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他国内大放10天庆祝假，说我们大胜了，国外还派了7个团到处去宣讲。那事实上大家也不是傻瓜，他在国外就很不待见啊，到日本就应付给他15分钟，美国人根本见都不见，法国就是训练，这个事实上是很丢脸，但是他们就是敢做，因为他不得不做。如果真正真相出来之后，那整个不只是莫迪这个政府能不能待得住，中国大陆刚才前面讲2025、2035，他们都有5年计划、10年计划，而且按照计划办事。印度当然也想强起来，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强盛。那他们过去长期的投资、长期的规划、长期的路线的选择，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那这个怎么面对呢？第二个，就这次来讲，印度莫迪你当总理，怎么会配合美国跟美国结合打这场战争？选择在这个时机，那这么一个错误的决策，该如何承担呢？那下面到底如何检讨呢？整个莫迪根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用遮盖了。他不只是上面唾面自干，
他精神胜利法明明输，他敢讲声赢。更重要的事实上是欺瞒，因为他不这样，他过不了关。那我刚刚提到说退不退出金砖，当然不应该退出。可是他在金砖5国里面，他是跟美国也勾搭，左右逢源。金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相对于对抗美国的嘛，但这家伙在这里面啊，就是不老实。但我认为釜底抽薪，就是应该让印度的老百姓知道真相，不只是对这个就拿掉莫迪这个政权，更应该去反思，有必要跟着美国这个恶霸走吗？而且全世界都在朝向另外一个不同的想象，比如说中国是这么好的近邻，提出一个不一样的对世界未来大家和平共处，那你为什么不一定要长期跟中国为敌，然后跟印巴不能和解？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应该从根本上应该拆穿印度这个虚假的东西，让印度人民面对真相，检讨整个路线，重新做选择，这个对世界未来的和平，对世界的新的格局，绝对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可小觑。好，将军。我觉得马克宏他们夫妻两个是在打情骂俏了，打是情，骂是爱哈。为什么？其实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其实我跟各位讲哈，非常感人。因为这个 Biggie 哈是他的高中老师，那一年 Biggie 40岁，他只有16岁而已，他大他24岁。然后马克宏经常跑到老师家，哈，就马克宏的爸爸妈妈一直以为说，他去找老师，要追老师的女儿。就搞半天，他追的是老师。那马克宏爸妈知道以后，就把他转学了，转走的时候，那一年他16岁，那个 Biggie 40岁，他走的时候，他跟 Biggie 讲一句话，说我会来再找你。果然没错，他30岁的时候 ，Biggie 54岁的时候，他真的回来就跟 Biggie 结婚了。你看这多感人的故事！你说这个巴掌，你看这怎么可能？那所以说，我觉得 Biggie 来讲，他好有3个第一。他好可以，全世界来讲，我觉得没有他的女性的地位哈，没有人可以超越。他可以当老师，可以教出一个总统，然后当老婆可以嫁给一个总统夫人。现在第3个题，他可以当众打脸总统。这么认真的分析这个，这真的很好。而且你知道 Biggie 现在几岁吗？你看那一巴掌那力道多大？我跟你讲，他73岁。73岁还有这种力道，你不得不佩服他。好，73岁还有这个力道。73岁很多，你看他平常讲，我是讲真心话。你看他走下飞机的时候，他那个样绝对看不出来是73岁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年轻，体力很好，精神很好哦。所以我不得不佩服他。当我们讲一下这个印度好了，印度我认为说是你可以欺骗莫迪，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但是你唯一一个不能欺骗就巴基斯坦，你怎么去欺骗你的敌人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最现实，就是不能欺骗敌人。你可以欺骗自己国人，甚至你可以骗自己，可以骗所有人。可是你骗不了敌人。我觉得军人战场上面是很残酷、很现实的。你单兵作战，你去跟那个兵教他怎么样训练，他如果说真的到实战战场上面的话，他不会作假。像我们以前打靶的时候，会经常去作假。什么靶子上面戳2个洞啊，代表我命中了。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兵讲，我说你现在在这边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作假，骗我说你打了100分满靶哦。可是你在战场上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去骗敌人？你那时候不是你骗，你如果说骗不了敌人，那就是你要付出这个鲜血，甚至于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莫迪这时候他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了，尤其是他最近讲的一些所谓印度来讲，他很多军事上被全世界的网友当笑话在看。